他还没有开口，文静道人已经是身子轻颤，用宽袖遮着口鼻，小声嘀咕：大法师当真太让人心神不定了。大法师打去灵山之事？文静道人迈着小碎步向前，娇滴滴地问着：水神大人，您什么时候再让奴家见大法师一面吗？见了干嘛？感动的眼泪才在嘴边泛滥成灾吗？大法师平日里在兜率宫中修行，我也不好带你去兜率宫中了。那自是不敢的，奴家还没做好准备。李长寿压制住吐槽欲问道：这次出手算计龙族者是谁？突然感觉西方背后像是换了个操盘之人，且此人对全局的掌控也颇为厉害。文静道人道：那个名为地藏的圣人弟子，近些时日刚出关。地藏菩萨，谛听神兽？李长寿问。他可是有一个挺不错的坐骑？这个倒是不知。文静道人眨眨眼。不过我听人说，他现身的几次都是骑着坐骑。原来如此。李长寿淡定的一笑，双眼不自觉微微眯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如此看来，我确实是要在地府跟他们西方教过招了。不过结合如今灵山现状，在这8个字上，为啥我解读出了一种无奈？莫非是西方教更改教名，内部动荡，权力更替洗牌时，这位圣人弟子不小心被人挤出了权力中心，被迫只能立大宏愿自保？再联系到化胡为佛，有点意思。一旁的文静道人默默后退2步，不知为什么，他此时突然觉得那位算是西方圣人弟子牌面的地藏好像要凉啊。正此时，一朵白云自西面急促而来，却是赵公明驾云而来。李长寿看了眼文静道人，后者立刻欠身行礼，身躯化作一缕血气在空中飞速蒸干。这边刚停了太极图笼罩，赵公明已是匆匆落下，大步流星，面露急色。长哥，快帮我出个主意，这次出大事情了。这次一见赵大爷匆匆而来，李长寿算了算日子，也是大概猜到了一点什么。如果所料不错，肯定是穿衣换了一个风格的金光圣母偶然昏倒在了罗浮洞附近，被回家的赵大爷凑巧发现，连忙带回洞内救治。而后2人相处，赵大爷在某个瞬间像是灵光一闪，突然开了窍那般捕捉到了金光圣母的女子之美。等回过神来，赵大爷发现自己心底这种没有体会过的微妙情绪有点不明所以，赶紧找人来商议。这以上都是猜测哈，只是李长寿基于对赵大爷性格的了解做出的合理猜测，绝对不是什么锦囊妙计。毕竟李长寿对赵大爷如此敬重，对截教仙人们如此感激，又反感掺和进别人的因果。赵公明疾步而来，拉着李长寿的指道人坐在座椅上，先是皱眉一阵，欲言又止，后又对李长寿说出实情。果然就如同李长寿所猜测的那般。长哥，哎呀，我还以为金光师妹与人斗法受伤了，就将她带回洞内为她疗伤，结果长哥，这可如何是好啊？此前倒是没觉得半点，但突然之间，赵公明满脸的纠结，美然都打起了结。哎呀，此刻金光就在我洞府中，火灵失职已经过去照料，我这才跑了出来。这若旁人问起来，我该如何解释啊？照实说不就是了？李长寿笑着反问了一句。一旁有神使送茶，李长寿用仙力将茶杯拖来，示意那神使离开。赵公明略有些纠结，沉吟几声叹道：此前没觉得，今日突然一见金光师妹，她只是换了身衣裙，我竟觉得
像是换了个人一般。这感觉当真有些奇妙。李长寿端着茶杯抿了一口，稍作思考，笑道：老哥，你觉得炼气士之道侣具体是怎么回事？赵大爷顿时笑眯了眼，清了清嗓子，朗声道：无非就是一个说仙子我送你回去，另一个说道友我送你回去吧，然后两人目光相对，旁若无人，临走依依惜别。李长寿有些哭笑不得，言道：我与云霄仙子还算不得道侣，大半是因上次桃花林之事。老哥，远古时便有修道法财履地的说法，那时道侣之意十分纯粹。上古末期时人族兴起，人族炼气士的道侣多为夫妻，故有了凡人夫妻之意。我与云霄仙子哪怕成了道侣，也是坐而论道，闲谈打趣，互相扶持。赵公明闻言不断点头，又道：但我一直感觉金光好像不是要跟我做这种道侣，而且金鳌岛上结成道侣的那些家伙天天也都在关心子嗣什么的。那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长庚啊，我这次该如何与金光言说呀？李长寿放下茶杯，正色道：感情之事顺其自然就好，而且各种变化也难以说清。上次老哥你还对金光圣母毫无感觉，今日却跑来对我说，金光其实也挺不错。老哥，你这让我确实很难做呀。你要先确定自己的心意，是拒绝还是接纳，是有意还是无意，然后我才能帮你，不是？长庚所说颇为有理。赵公明抚须长叹，仔细思索，而后缓缓摇头。此刻我竟也有些糊涂了。长庚，你可有正事要忙啊？若无正事，不如陪老哥我外出走走，散散心，也让我想办法理清自己的心意，如何？李长寿心底一动，我刚好要去北距泸州探访巫族之地，老哥不如与我一同去北边走走。行。赵公明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此时只要不让他回罗浮洞，去哪儿都行。李长寿让赵公明暂且稍等，自己施展土遁去了下方指道人库，拿了些微指道人以作备用，这才与赵公明一同踏上北周之行。李长寿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存了让赵公明提前进入天庭做仙神的想法，如此或可帮赵大爷规避封神大劫。但这个想法成功的可能性极低，李长寿也不敢过多算计，只能够顺势而为，做个引导，先让赵公明对天庭留下足够多的好印象，这样后续才有更多的操作空间。没办法，赵公明之死完全就是道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李长寿分析封神走势分析的越多，越觉得赵大爷难救。哪怕此时自己已经收走了落宝铜钱，帮赵大爷混了点功德，依然没有几成把握。毕竟还要考虑命数、劫难、运势这几条线的收束之力。最大命门定投7剑书此时尚在陆压道人手中。说到陆压道人，最近黑豹夫妇也不敢乱拜了，陆压的牌位也撤掉了，倒是不知陆压道人现在状况如何。云路上，李长寿笑问着：赵大哥，你对圣人娘娘所知可多？正心事重重的赵公明随口答道：人族圣母，紫霄宫中听道客。长庚为何突然有此一问呢？只是突然想到。李长寿负手而立，看着远处急速后退的一条条山岳。若是此时人族与妖族爆发大战，
不知圣人娘娘会照顾人族，还是偏心妖族？啊，长庚你多虑了，圣人老爷如何会管这种小事啊？啊，也对。李长寿笑着应了一声，继续与赵公明闲谈说笑，不疾不徐赶往北距泸州。正此时，峨眉山罗浮洞，一朵白云匆匆飞来，熟门熟路地进了外围大阵，抵达洞门口，对着里面喊着：公明师弟，公明师弟可在家中？就听洞内传来一声轻疑，环佩灵玉叮当作响，火灵圣母自洞中款款而来。她一袭长裙，宛若火焰凝成，高挑身段，修长的脖颈，面容也是颇美。火灵圣母抬头看去，见洞前云上站着一名身着土黄色长袍的老道，先只在袖中轻轻掐弄，迅速想起这人是谁。截教火灵，见过黄龙师叔。按三教弟子的入门顺序，火灵圣母的师父多宝道人拜三清是在黄龙之前。黄龙拱拱手，皱眉道：公明师弟可在洞中？赵师叔有要事去寻海神，不对，是去寻水神了，托我在此地看家。黄龙师叔可有什么指教？水神？黄龙真人不由眉头紧皱，看着手中握着的玉符，颓然一叹：唉，此前好端端的我闭关作神，这么多年没来修道感悟，偏偏在东海出事之前就突然来了这般感悟，错过了水神给的传信，没能去四海相助。他来寻赵公明，便是想让赵公明陪着自己去安水城走一遭，问问可有什么补过之法。自己过去当真没这个面皮。念及于此，黄龙真人叹了一口气：既然如此，贫道这就告辞了，多有叨扰。言罢，黄龙真人对着火灵圣母做了一个道揖，就此离去。哎，奇怪。火灵圣母轻轻眨眼，略微摇头，转身回了罗浮洞中。在那儿还有一个装伤不敢乱动的仙子，等着他回去商议接下来该如何行事呢。犀牛贺州灵山一处树荫下，一头奇异神兽正低着头诉说着刚刚火灵圣母与黄龙真人的简单对话。这神兽其他先不论，便是其外形就颇为不凡，虎头龙身狮子尾，犬耳独角麒麟足，趴在那儿也有3丈多高。在这神兽的脚下有一个青年道者盘腿打坐，身着破烂长袍，此刻正缓缓睁开眼眸。火灵圣母在罗浮洞中。这道者微微一笑，道一声有趣，拿出一枚玉符，在其上写了几句话。他身后的神兽又开口问道：主人，为何要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算计？算计罢了，何分上得了台面，上不了台面呢？这青年道者将玉符轻轻一推，玉符化作一束流光，飞去了灵山另一个角落。他修长的手指宛若女子纤细，不染尘埃，十分秀气。能达成目的，便是好算计。若只是1、2句话，就可试探阐解两教间隙如何，还可诱发更多算计之处，那何乐而不为呀？是。那神兽应了一声，脑袋缓缓沉了下来。青年道者再次闭上眼眸，静静打坐。他背后有一朵浅蓝色的莲花盘旋，一缕缕祥和的道韵在各处蔓延开来。北距泸州，洪荒部洲之一，北接北海，南承中神州，其上被经年不散的毒瘴所覆盖，各处暗无天日。昔日上古大战，巫妖衰败，巫族为避免族灭，立下誓言，永居北距泸州。而后剩余巫族尽皆进入苦寒北州之中，延续至今，不知还有几何。人族大兴之后，北州渐渐地成为人族炼器师的天然宝库。此地虽多毒虫，也多灵药，而在北州和中神州的边界，妖族肆虐，妖国林立。
此地虽危险，却也有机缘并存。李长寿为了帮师傅渡劫，曾冒险来了北周一次，当时却只是在外围活动，修为太低，不敢太入内。这一次前来，李长寿倒是不用准备那些符箓和丹药了。且不说自己来的只是指道人化身，就说身旁跟着的这位能打能躺的截教大弟子，怕啥呀？赵公明掐指推算，又主动散开自身的威压，驾云带着李长寿赶去北方。这一路毒虫牺牲，毒兽埋头，平日里再嚣张的凶兽妖魔山大王也只能装作没有看到高空中飞过的人影。毒瘴渐浓，而后渐淡，不多时，李长寿看到了一片又一片的北原寒松，便知这已经快到了巫族居住之地了。又想起了那一次北周之行，与有毒的有毒师妹在洞中等候门内仙人支援，他还问自己烧的这北原寒松木有何作用。或许便是盘古大神冥冥中对巫族的庇佑，在巫族进入北周后，这般可以隔绝毒瘴的北原寒松便被巫族发现了，也成了巫族抵御瘴气的屏障。先是扫过各处，李长寿发现了一条长长的北原寒松防护带，横亘5-6千里，宽数百里。在这防护带之后，便是一片荒原。李长寿原本以为能够看到几个强盛的巫族部落，但所见尽是废弃石屋与营地的残迹。赵公明低声感慨：巫族日子不好过呀。不错，唉，盘古大神血脉所化，何以至此？哎呀，这里边事儿多了，往事已矣。不过比起巫族来说，妖族是真的走运呐。不尽然，